一部給阿嬷的情書帶火了潮汕，也讓更多人把目光投向這片土地深藏的電影基因。接下來，跟我們走進鄭正秋、蔡楚生電影博物館，回溯兩位潮籍影壇先驅的創作歷程，看百年光影如何在潮汕代代延續。鄭正秋是中國電影先驅者之一。1913年，他與張石川等人聯合組建新民公司，並一同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《難夫難妻》。他們決定設置像新劇那樣有情節、有看頭的故事片，於是呢，有了《難夫難妻》這部影片的構思。我們看到這個是影片的劇照。對，故事內容呢，鄭正秋取材於家鄉潮汕地區的一個封建婚姻。那片尾呢，還配有潮州音樂。之後，鄭正秋創作了《勞工之愛情》《孤兒救祖記》《姊妹花》等作品。他的同鄉後輩蔡楚生同樣成績斐然，創作出《漁光曲》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等電影。而蔡楚生最初萌發電影理想的地方，正是在家鄉汕頭。那我們看到的這一部影片呢，大運呢，就是蔡楚生先生在汕頭拍攝、汕頭放映的第一部電影。這也是蔡楚生先生他對電影最初的一個嘗試，對吧？對，大運。然後接下來呢，他21歲的時候呢，去到了上海，在那邊呢學習了很多的一個電影文化知識，那也由此呢創下了中國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影片《漁光曲》。对，我們了解到這個《漁光曲》啊，在當年呢是連續84天在上海上映，也創下了一個票房的奇蹟。而蔡楚生導演呢，也成為了享譽國際影壇的第一位華語的電影導演。那當年的《漁光曲》呢，原本打算拍成有聲片，但由於呢資金短缺，無力購買錄音設備，他只好呢在片尾配音歌唱。那儘管這樣呢，並不影響這部影片的一個優秀，那創下當時就中國最高的一個票房紀錄，也形成了現在大家影片要配上音樂才能賣座的一個潮流。在博物館內還展陳了藍鴻春首部電影《爸，我一定行》的海報。講解員介紹，未來也會布展電影《給阿嬷的情書》的相關展品。隨着該片熱映，來到該館參觀的遊客也是與日俱增。電影上映以來呢，我們電影博物館也迎來了很多遊客。據我們初步統計，5月份以來接待的這個遊客人數，超過了24000人次，同比增長率為55.5%。鄭正秋和蔡楚生這批潮汕影人，不僅開創了中國電影的諸多先河，更將潮汕文化中重情義、敢開拓、念故土的精神內核融入創作，為後世潮語電影埋下了文化種子。100年後，新一代潮汕電影人藍鴻春從熟悉的土地上汲取養分，再次為中國電影注入力量。